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鲍明说。美国国务院的2名反华官员离职，中美关系的改善将迎来转机吗？5月底呢，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2名高级官员先后宣布准备离职，其中直接负责对华关系的里克沃特斯宣布自己将在6月底离职，他的上司分管中国事务的国务卿舍曼也宣布要在6月底提前退休。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人事变动啊，反映了拜登政府前一阶段对华政策的失利，透露出美国对华政策在走入了死胡同之后呢，可能会有所调整。一个人一个团队，如果他的思想认知与现实情况脱节呀，他的言行自然就会到处碰壁。最近几年呢，美国军政高层的决策人物普遍认为，中国是美国从未遇见过的对手。美国在崛起的历史上呢，打败过不少的对手，有一些是用军事手段来决出胜负，有一些呢是通过经济、外交，甚至是暗战来制服对手。美国的所有这些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要让对抗按照美国人设计的方式进行。就算挑战美国的那些政治人物再强势、再积极主动的同美国人斗，最后也是被美国人所算计、所制服。最典型的就是海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。但是在中国面前，美国的所有这些套路都没有起到作用。中国向来是用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战略来确保斗争的主动权。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表明，美国动用军事手段是不可能打败中国的。中美建交以来的制裁、禁运、封锁也表明，和平演变也不可能打败中国。特朗普和拜登所发起的集成电路等技术的禁运，不过是早年巴黎统筹委员会那些套路的重演。而今天的中国在关键技术上所存在的短板，比起当年8统时期那要少得多了。美国想拿冷战后期的这些套路来对付中国，必然也不会起什么作用。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胜利啊，有2场：2战和冷战。最惨痛的失败就是越南战争。美国今天的被动和衰落，正是忘了2战和冷战是怎么打赢的，越战又是怎么打败的。2战中，美国与中国结盟，中国战场拖住了绝大部分日军主力，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冷战时期，当中国与苏联站在一起的时候，美国是全球被动，对苏联是甘拜下风。那当中苏交恶，美国抓住机会与中国建交，美国才能够不战而胜呢，赢得冷战的最终胜利。历史呢，往往是惊人的重复。今天的美国政界啊，寄居着一群鼠目寸光之辈，极端自私自利的本性已经彻底的蒙蔽了他们的双眼，把中俄赶到一起抱团取暖，就是当今的美国领导层最没有战略眼光的表现，也是美国最终必定落败的根由。21世纪的美国啊，再无真正的战略家。美国媒体评论说啊，民主共和两党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争吵不休，唯独在反华问题上有着惊人的一致。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持否定的立场。但是经过这几年歇斯底里般的疯狂反华之后，美国政界发现中国没有崩溃啊，中国没有放弃自己的高技术产业，中国不打算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向美国让步，中国也绝不接受美国对于人权问题的判决。最终，最让美国人不甘心的是，在美国发起的混合战中，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不仅没有消沉，反而是大幅度的攀升。中国的芯片产业不仅没有垮掉，反而是在急起直追，不断的攻克技术瓶颈，自主芯片产业链的建立指日可待。中国社会没有在严重的疫情下发生震荡，民众的生活依然是井然有序。所有这些都有指向一个事实：从特朗普到拜登，美国政府的强硬反华政策已经彻底破产。美国的倒行逆施啊，不仅没有整垮中国，反倒是在突如其来的俄乌冲突的影响下，让美国自己一再被动，骑虎难下，让自己的所谓盟友们怨气满腹。负责外交工作的美国国务院自然也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。既然搞不垮中国，又处理不好中美关系，那还要国务院的这一套人马干什么呀？美国国务院对华班底的散伙，那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。
外界认为啊，广岛会议结束之后，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转向缓和。美国总统拜登呢，在 G7会议上亲自表态，美国不打算和中国脱钩，同时预计中美两国的关系将很快解冻。中国的商务部长呢，也利用前往美国参加 APEC 会议的机会，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。但是美国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华政策，没有取消惩罚性的关税，没有解除对中国官员的无端的制裁，也没有公开表示放松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禁运。美国的各路反华势力依然在喋喋不休的逢中必反，所以中美关系目前呢，最多也就是处在彼此重新认识的这个阶段，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善，我很不乐观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